大姐儿性子稳，这尊和田玉的送子观音给他压箱底，盼他早日为夫家开枝散叶。二姐儿爱俏，这套赤金的头面正衬她。三姐儿还没到被嫁妆的时候，这批妆花缎留给她，待她及笄的时候量体做裙，定能艳压群芳。夫人准备的嫁妆单子已经很丰厚了，足够家里3位姐儿一世无忧。钱财我留不住，但至少能有这些实在的东西给他们，希望能够贴着他们的皮肉，暖着他们的心，傍身传家，跟着他们一辈子。徽州墨，诚心纸，范小姐这诗会办得当真雅致。喜看南飞雁，鹏程万里翔。南飞雁者，志在千里；鹏程翔者，扶摇直上。岂不恰遇了于公子高中之喜？那这么说来，既是给于公子庆祝了。哎，妹妹怎么没在府上办啊？于夫人说要低调谦和，再则府上有远亲，不宜待客。什么远亲？具体的我也不知情。姐姐们快落座吧，秋色虽好，也该乏了。请来，咱们落座，这边请坐。今日景色甚好，给姐姐们备了糕点，请品尝。这点心挺别致的。这是我家夫人送给少爷的花糕，此物稀奇，说是从京城送来的奇货，让人过目不忘的物件。这不就有了？真香啊！酥脆不甜腻。我吃过这么多果饼酥酪，从未吃过如此美味。这点心的样子呀，好是别致。我记得我曾经在京城吃到过。姐姐好眼力，这花糕在永宁府见不到，也买不着。于夫人顾念府中事务繁忙，无法亲临诗会，特意送来这糕点，请各位贵客品尝。哪是给我们品尝的呀？我看呀，于夫人是心疼范小姐给未来的儿媳尝鲜呢。姐姐最会说笑了。这点心的样子呀，好是别致。我记得我曾经在京城吃到过。我好像也吃过。夫人吃过什么了？花糕，在老爷回京述职的宫宴上吃过。府上有远亲，不宜待客。这位是谢小姐，与我那未过门的媳妇是手帕交。夫人，我想代未婚夫赵九爷求一张眼影。爱慕虚荣，攀钦差。九爷来到华营做生意，他谎称自己是钦差。我家九爷神通广大，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有这个庙了。快去把老爷给我请回来。是夫人。从上头派的人，来来往往应对了不知多少个，但这次来的不同，是皇家的人。九尾蛟这么大来头，你跟他做生意也不知会我一声吗？我没有想到他是线人。这二人是于家引荐，花糕也是从于家露出来的，你该看清了吧？我可说过，最近风声鹤唳，我让你看紧些，看紧些，看紧些。也罢，真要是有什么纰漏，你就带着3个孩子自求多福吧。老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是系在一条绳上的，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他们定没拿到半点把柄，真的，老爷。
奇了怪了，你上盐商索贿，与我何干？我盐运司向来秉公发放盐引，白纸黑字登记在册。你自作主张收了多少好处和贿赂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再说，那些个东西可有一件入了我的库？哪一件不是记在了孩子的嫁妆上面呢？姓严的，你当真要过河拆桥吗？这些年，我做你的居间人，替你擦污垢、纳金银，过手的钱财都被你转到了外室名下。除了这点物件，我和女儿哪里留下了半点儿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收了你的钱，再转给外室？你有凭据吗？人各有命，要不是你生不出儿子，我也不会去找外室。姓严的！先生再容我们些时日，待我们摸清局势，有的放矢，定能挽回局面。太迟了，行踪已经露了，严夫人绝不可能再和你们交易了，只能明面出手，先把人抓了再审吧。只怕账目已被篡改。我们分明处处小心，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？殿下无意问责，以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。先生切莫轻言放弃。眼下虽打草惊蛇，但局势于我未必不利。严太太作恶多端，却也只是严大人的弃子，如今定如惊弓之鸟，只要于其所需，不愁不能为我所用。怎么个用法？严夫人铤而走险，无非就是为了3个女儿。那我们就从此入手，定有机会。没有想到，堂堂的九尾蛟也做朝廷的走狗。严夫人既已知晓我2人底细，也该清楚你在劫难逃。太子殿下要查严家，轻轻接过是绝无可能了。无凭无据，靠一张嘴便想定我的罪，那就要看刑部的手段了。听闻在他们那儿没有招不了的功，毕竟以权谋私、买卖盐引，一来毁坏严法，二来戕害百姓，一律是论同谋反的滔天大罪。一旦定案，累及全族，你膝下的3位千金，怕是也要被收为官妓了吧？给我看看，为什么抢我的？小姐，你过来，做母亲的，哪有不心疼女儿的？我知道你也不想走到那一步。眼下你若能及时回头，倒有一个戴罪立功的法子。你写下具节书，指证严大人，我可以去求太子殿下开恩，让你3位女儿免受牵连。你哄骗我在先，让我如何信？你说，如若事发，严大人会如何做？他自会将所有的罪行推到夫人身上，到时夫人恐怕也就将再无机会保3个女儿了。据解人，严蒋世贡，自大成13年起，受封西都盐区都转运使、严守正胁迫，私收盐引，货款明细俱载密章，外室名下钱款皆为贩银所得，且自知有罪，供出涉案盐商，扶其严办主犯。
依章国法。茶盐铺，搞错了，官爷，你搞错了。我们这儿啊有盐饮，兄弟们都辛苦了。哎，少跟我来这套，茶子就是你们有盐饮的。严夫人那儿有个金元宝，是你送的吧？啊，上面有规定，没收贩盐所得，缴纳罚款，否则按律流放。这盐引才刚拿到手，本钱都还没赚回来，哪来的钱赎买啊？这凑不到钱，可就要被流放了。金爷，说到底，这买卖盐引也不关我们的事嘛。从花营出来的时候，咱可是说过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。这不也没想到什么福吗？树倒猢狲散，真怪不得哥几个。再说，您之前不也是这样对九爷的吗？是啊。体谅体谅。对不住啊。把这些盐商都带走。是。走。走。莫将军，哎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有事啊？这牢里关的有没有一个叫金元宝的？金元宝，我看看啊。哎，有这么个人。不认缴，也没人赎买，等着流放。咋了？我想赎他。你赎？啥关系？这可得花不少银子呢。多少我都赎。过去当过几年兄弟。行啊，够仗义的。有劳将军了。哎，我带你去见见人呢，又花了钱，总得听个响啊。行，这小子仗义。谢小姐有心了。严夫人不必客气，我来是还有一事不明白。何事？当日可是我出了什么纰漏？夫人为何忽然收手？错不在你，是于夫人家的那碟花糕。谢小姐是个聪明人，只可惜是个女子。自古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，没有妻及女及，就好比我那3个女儿，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可为何女子只能继承，却不能自己挣得呢？枷锁重重，却困不住有心破局之人。想必女子更应当自持清醒，与其在无望中空耗，莫不如自立门户，凭借自己的才干拼出一条生路来。你很有志气，可这世间向来不乏奇女子。纵使挣得广厦千间，金银无数，你守不住。怎会？我问你，若有泼皮无赖觊觎，翻墙入院抢夺，你当如何？我可养魁梧能干的，替我看家护院。那若日后你寻得了夫婿，你辛苦积攒的这些，都将成为嫁妆，并入他的家财，
到时你又当如何？我可终身不嫁。那若有朝一日你们傅家男丁说你起死回生，要以傅家的名义收回你的私产呢？这就是律法，只以子数均分，说到底还得是有个男人。就算你擦亮双眼，寻得了一个赵灵，往后余生，你日日都要提防他，不然就是今天我的下场。这就是女人。多谢夫人提点，夫人交付真心，我定会护你女儿周全，你放心。谢小姐是个聪慧的人，我送你一句：女人最不能交付的就是真心，只有利益，不会背叛。如何了？严夫人临时收手，错不在我们，是余家走漏了风声。那就解释得通了。你又要干什么？捞你一条命了！别在这胡闹。之前眼里只见到钱财，偏听偏信，错怪你了。我现在既不欠你钱，也不欠你人情，没必要说这些空话。以后江湖再见，你我再无瓜葛。赵灵！我金元宝还要跟你做兄弟，以此作保，绝不再分。进修监挑两房，婚事不同小可，万万不可马虎。宾客名单中，永宁府的各家权贵、亲朋故友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这流水席至少得摆3天，头一日宴请官场同僚，第2日是亲朋故友，3日则是乡里乡亲。夫人，不如邀殿下赴宴，来喝杯喜酒。之前殿下在别院办案的事，夫人一直守口如瓶，如今此案已了，倒不必再遮掩了。若能借邀殿下赴宴的机会，让公子与殿下说上几句话，对日后科考定有助益。你若真的有此心，就送个喜饼过去。无论殿下来不来，能得皇家一份礼，都是我们余家莫大的荣耀。是。夫人，有贵客到。恭迎太子殿下。夫人不要闹了乌龙，殿下有杂事缠身，盼咱家送了位朋友来。余夫人，听闻府上不日将大喜，此前承蒙照顾，我特来送一件贺礼。严太太在范小姐的诗会上见到了这花糕，认出乃是宫中独有，险些耽误了殿下的严改大事。谢小姐明鉴，此事我的确不知情，日后必当严加管束。此事可大可小，往小的说，是无心之事；
算作夫人管教无方，治家不严。16爷念在往日情分上，也就作罢。但往大了说，谢小姐如今是16爷身边的红人，你想要什么？夫人是个聪明人，只要帮我拿到一件想要的东西，此事便不会有人再提及。当日左俊杰诬告我，他胡乱攀扯，我却无法辩白，只因我的至亲好友替他做了伪证。夫人，万万不可！既然你们小姐妹之间要叙旧情，你便带她去吧。眼下余家有求于我，你若想保住婚事，保住体面，就签了这份切结书。诗会结束的那晚，庭云是否寻过你？未曾。摁吧。庭云，我求你了，这次放过我。庭云，庭云，庭云。是不是很得意啊？从一开始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吧？人心里想什么，眼里就看见什么。不是我看不起你，是你心思太重，自己困住了自己。你我小时候也曾真心相待，所以我从未对你设防。雅可，这件事儿错在我，是我没能领会到你那些细腻的心思，才叫你受了委屈。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，硬要凑到一起，最后都不好过。傅庭云，你终于肯说真话了。你是华影典范，名门闺秀，我算什么？我永远是你的陪衬。你生来就是玉兰，高高在上，而我是个烂泥。我不攀附点什么，我怎么建立？我怎么向上爬？我生来是玉兰，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活该被人摘下来踩在脚下。你就没有踩过别人吗？你敢说你没有踩之所是，借着他的贞洁牌坊抬高自己？还有我父亲，他桃李遍天下又如何？还不是你钓金龟婿的工具？你说的没错，可我已为此付出了代价。现在，
也该由你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了。我抢了你的婚事，如今你得偿所愿了，也缴还了我的婚事。我并不觉得这门亲事让你往高处走。你我之间恩怨两清，我不会再来招惹你。华营之事你并非首恶，左氏姐弟比你更可恨。你糊涂，是因为左氏种下的恶因。总有一天我也会去找他，让他也承担这恶果。你放心，你的婚事不会有变化。喜帖已过了太子殿下的眼，余家想反悔也来不及了。你在我未来婆母面前把我诋毁成那样，你让我日后怎么顺遂？即便没有我，你往后的日子里也不可能顺遂。于夫人看你，犹如我祖母看左氏。雅客，好自为之。左氏，多谢夫人。谢小姐想为自己洗冤，大可不必费此周章。你对我说便好，我又不会拒绝。你这么做，虽然能够证明范氏德行有亏，但你就不怕给自己找个对手？我不把夫人当作对手，夫人就不会把我当作对手了吗？我本想经营自己的锦绣人生，可一想到夫人的所作所为，就不踏实。总觉得要握住你的把柄，才能确保我们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原来谢小姐不是想为自己洗冤，是想给自己找一道护身符，叫人今后都不敢再欺负你。正是。可你毕竟只身一人，此事一了，又何去何从呢？拿到谢节书了。是。我的事儿办完了，我也想问问九爷的事儿。我想替九爷的前路出个主意。请讲。你是想要一时的富贵，还是长久的太平？眼下你以坐实九尾蛟的身份，机缘巧合下，倒是把严匪的生意干到了头。殊不知，这富贵已成了催命符，尤其在16爷面前，严案事毕，你的功劳也未必能换来赏赐。有道理。与其等着江湖追杀、朝廷清算，不如主动上交九尾蛟的产业，16爷自然会给你一些真正属于赵灵的赏赐，这才是长久的好处。那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是禀明16爷，然后回京找母亲？此去天高海阔，
望你珍重。草民愿上交九尾蛟的全部产业，请殿下过目。这些资产差不多有10万两，可作为赈灾之用，以解百姓燃眉之急。承继永熙又以武，忠刚强熙不可凌。孤今日又认识你一次，赵灵，你协助办案有功，当赏。孤已经想好了，就赏你拿着孤的名帖投军去吧。承蒙殿下赏识，草民无意投军，只想做个盐商，安安稳稳过一生。果真是个莽撞人，你可知道殿下名帖的分量？你若不仔细思量，白白错过，落个抱憾终身，损失可就大了。进了卫所，能养马，有火铳，你还可以精进武艺，你竟然不喜欢吗？给你3日，想清楚再来回话。赵兄，赵兄，殿下羽翼渐丰，日后定会成为贤德君王。你是他第一个想收为己用的江湖义士，你可要三思啊！是啊，多谢先生提点，我意已决，无需多劝。江湖再见，自有切磋时。听明白了吗？这殿下表面上是给赵灵3天时间，实际上是给您3天时间。你可得好好想个办法，替殿下把这个人才给留住了。这是朝哪处啊？九爷，我得回趟老家。老娘捎信说身子不大爽利。我也是，出来这么多年，该回去看看了。是该回去了。一路小心。走了，九爷。走吧。走。九爷，过几日我也要走了，从此你我便不再同路。保重，保重。这现实旁的摄影框上泪痕，老如肝肠积酸血默然封存，失手的余温偏要我们心以为真，一诺一生此去人闻。此事虽可藏下不表，但臣妇心有不安，特来请罪。你犯事愚钝，险些误了大事，
万死难辞其咎，还请殿下宽宥他年少鲁莽。回去之后，臣妇必将严加管束。我早就提醒过夫人，取得真经日，汝亦坐莲台。是臣妇管教无方，治家不严，还请殿下责罚。于夫人起身吧。于大人是古宫之臣，于夫人虽有疏忽，我也不好苛责。只是严正一事，便不好论功行赏了。能为太子分忧，是于家分内之事，臣妇不敢邀功。臣妇告辞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没办完。既然要嫁，我就要嫁得漂亮。等过个3、5年，日子稳当了，大家都只记得我是于家的大奶奶，谁还记得今日的难堪？如果此时自乱阵脚，那才是晚了。把嫁妆单子拿给我看看。怎么会这样？橱柜不用贵价木材也就罢了，这妆匣是往后梳妆日日都要用的，怎能不用黄梨木？这不等人看我笑话吗？小姐，单就一件黄梨木妆匣，至少就得100两银子。旁人越是看不起我，我越不能失了体面。银子不够，便再卖3箱蔬梗。女子独立行走总是艰难的。如若我非要找块凤凰木栖身，最值得信赖的就是你。或许这世间最牢靠的同盟，是把真心淬成利益，再把利益酿成真心。有利益做结，才能更好相互依靠。九爷，你愿意娶我吗？结婚对你而言，就意味着利益捆绑和经营前途吗？过往像一片落叶擦身，随行脚步却为你停顿，将浮沉炼成不悔的记忆，刻在年轮。多想留一颗，却不能。这现实旁难舍眼眶成泪痕，牢如肝肠积损，却默认封存。是舍无的余温，偏要我们信以为真，一诺一生死去人问。人海有一瞬与你相认，无声却照亮我这半生，将沉默写成不言的情深，藏于方寸，从此再无人知的等。转身时怕似城中在